本期视频您将看到私人包厢、龟速高铁、经典地貌、救命耳机。好的，各位晚上好，我是虾，欢迎来到昆明南站站前广场。我们刚刚从开远吃完烧烤，拍完米轨小火车回来，今晚呢就在车站附近休整了。我得明天早上才会继续出发。不过吧，这个钢筋混凝土大孔雀晚上还真挺漂亮的，就欣赏一会儿吧，散散步，然后就收拾收拾，准备回去休息了。好的，各位早上好，我还是霞。我们现在正在进昆明南站，现在呢是早上7点45分。昨晚的孔雀羽毛已经熄灭了灯光。昆明南站应该算是我这几年去过的最好看的高铁站之一，非常有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而车站里的大屏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目的地——万象。是的，这趟是中老铁路的全程车，算上过关时间，到万象差不多要9个半小时。但考虑到距离呢，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这个速度也很可以了。站内还有展板介绍出入境的流程，猛的一看很复杂，但仔细看的话，其实大部分内容一般旅客基本都用不上。过程本身呢，其实也就基本和机场如出一辙，在海关跟着引导走就行。各位如果有体验过中老铁路出入境的话，可以来聊聊感觉如何。我还真挺想跑一次的，就是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那么我今天要搭乘的就是面前即将检票的高2938次，开往广州南，带我去过几天的假期。这趟车早上8点24分从昆明南站出发，走沪昆高铁，一路穿越无数座大山到达贵阳北站，再借一小段贵开城际，在贵阳东站转上贵广高铁，随后一路沿着贵广高铁向东南方向行进，跑完整条线，最终抵达终点广州南站。全程1330公里，正点用时6小时44分钟。担当本次列车的是一款在这个智能复兴号遍地跑的时代，看上去可能都会觉得有点老的车型 CRH380A， 车号2534，全列编组8节，目前最高运营时速310公里每小时。这组车应该是2011年上线的，算下来也跑了10几年了。不过速度感极强的车头和车头有棱有角的锐利车灯，仍然彰显了它当年冲刺高速度的雄心壮志。这一批车并不像后续的统型车那样是商务座、1等座、2等座的布局，而是在列车两端的驾驶室后面设置了观光座。以前这里可以透过玻璃直接看到司机开车，但现在呢，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玻璃贴了磨砂，这里呢也就变成了特等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全车最私密的包厢里，享受全车最高级的座位，一路直达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广州。所以我就很纠结，我既想车开得慢一点，最大化我的特等座车票效益，又想赶紧拱到广州，早点进入度假模式，胡吃海塞。哎，算了，别纠结了，早点就坐吧。现在这个包厢里边就我一个人，这还是要抓紧时间享受的。早上8点24分，高2938次准时由昆明南站发出。我这里是列尾，所以出站的时候我得完整的走过整个昆明南站的站台。CH380A 8节车里边只有6节中间车有动力，头尾2节呢是无动力的拖车，所以我们下方并没有任何电机的声音。正如高铁一定要有车轮，特等座也一定要特等，这里确实是全车最不容易被打扰，也最适合休息的地方。这边特等座提供那个饮料、矿泉水、小零食，这边需要。饮料有什么？饮料的话有可乐，还有那个酸酒汁。那行。先来一瓶可乐。可乐是吧？好，谢谢。然后小零食现在也上。好，谢谢。稍等，一会儿我给你送过来。好了，谢谢。OK， 各位，情况呢是这么回事。这个位置今天是列尾一车的，然后今天是重联，但是今天16车在前，所以这个位置是绝对的列尾。然后呢，我包厢了，所以我现在我的说话声音就可以相对的比较大，因为这边和2等座那边其实中间还隔着一道车门以及一些设施什么的，所以就隔得很远。所以我在这儿，至少目前这个动静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吧。前面呢就是没有小桌板的人，当然了，因为这个空间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就算放一个小桌板的话，你其实根本就够不着。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桌子是在这里，就跟1等座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放平。这类车的维护还是可以的，可以。好，在这边下来。调椅背的话也是这个按钮，这还可以放到这么低，然后把它收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会儿就很方便睡觉了。椅子的硬度就凑合吧，但是后背这块的硬度是特别高的，希望不要腰疼。然后头枕可以上下移动，但是好像并不是很顺畅。哇，哎，算了，
不动。枕巾也换成了 CR 的。我在这边我的座位 EF 后啊，这个驾驶席后面的斜窗户。从 CRH2 不对，从原版 E2 下来一脉相承的这个浅间山主题窗帘，到现在还在用啊。看来大家真的都很喜欢这个配色，它确实很好看。然后在前面，我这个座吧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壁，不过也问题不大了。那边是长水机场，好像是，不知道画面里大家能不能看见有个飞机在天上。好，继续。在侧面的话呢，就是有这些什么灯的这些控制按钮，然后水杯架，这里是一个是一个兜，里边垃圾袋和这个是铁路旅客旅行须知，2023年11月全新的版，所以这个板就成色很好，特别新。拿来扇风的话，应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会儿看一看里边内容。我在这边，这个理论上讲应该是这个座，就是一车在前的时候，这个座面朝这边，然后这个是前面这个座的，但是现在转过去了，那就没办法了。脚踏板这一面应该是可以穿鞋踩的，它跟地面的材质是一样。然后翻过来这个布面的话，理论上就应该脱鞋了。但是我今天应该不太会用到，因为我腿没那么长。电源的话是在这里。哎呀，这个稳定性，在这个座椅下方220伏300瓦。我也没办法，这车都用了多久了。然后呢，在2个人的座位那边插座也是只有一个，所以坐特等座的话，你一个人出行选择这个一个人的这一边，因为它是1+2嘛，一个人这一边的话就能方便很多。来看看包厢里吧，正好现在没人。这边司机室，后面的话这个巨大的空间，可以把箱子放在这里。这边这个窗户，这个东西应该是广播的音量控制，现在是放在最小的，所以整个空间里边就非常的安静。车速286，还可以。然后 CRH 的标，还有整个的磨砂玻璃门，广告牌，但是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把帘儿放下来，但是弄上去吧。刚才说哪儿没人来着？这儿没人。好，那么整个特等座包厢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非常的爽。把这个一整座小零食给弄了。特等座专项，这个东西它跟商务座小零食它好像还是差着一个级别。太久没坐一等座，都快忘了这一会儿还有这些小零食了。来看看包装吧。云岭高铁，这边是一些本地的动植物比较偏自然的一些设计。飞驰时刻悠闲一下，非常符合场景。这边就没什么东西了。包装日期2024年8月14号，问题不大。里面就是这样放的非常整齐。这个这边香蕉片一个，木糖醇苏打饼干一个。云南特色鲜花饼一个，酱汁牛肉味青豆一个，这个口味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开吃。今天出来的比较赶，早饭其实就是这一盒了，还好里边有老婆饼和饼干之类的大块碳水，再喝点水，作为早饭吃饱没什么大问题。味道的话，其实也就是想象中这些东西该有的味道，没什么特别的，但至少也没有折耳根之类的炸雷种子选手，很可以了。
曲靖北站，我们在云南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途停靠站。曲靖市本身我并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曲靖的辖区北部有个地方叫宣威，而宣威火腿呢，就是那种一提到就会让凌晨1点半写稿的早霞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这个点写这个的人间美味。宣威火腿使用新鲜猪腿，用盐腌制1到3年而成，切片炒或者煲汤提鲜都非常好吃。下次有机会干脆跑一趟那边好了，直接在现场观摩制作，观摩完就开吃。好东西还是得去原产地吃才最对得起它的味道。洗手台非常的亮堂，这边这些也都是这几天见了好多次的这种水龙头的小纸巾，纸巾有，很好。饮用水不能喝，这个东西现在一般挺用的。现在的洗手液用的是这个，这个也都无所谓了。镜子的话擦得非常干净，上面也是非常的亮堂，很好。对，点茶炉好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漏水。这边也有昆橘子纸杯，一会儿等着要喝的时候再拿一个看吧。这旁边是垃圾桶，厕所的话在这后边。老样子，快速过一遍，注意没人。卫生间内禁止吸烟。谢谢禁止吸烟广播。昨天好了。处以500到2000元罚款，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个喇叭好像很多的铁路局都在用。卫生间内禁止吸烟。行了，知道了。OK， 洗手池上分紧急呼叫按钮，外边带一个保护罩，然后这个是一个坐便器。那这边这之前到底是多少人抽烟？镜子，干净，真干净。好，嘿。按理说现在离贵阳北还1个多小时呢，怎么这就开始拿这个速度爬了？我知道前面有一个桥要限速，好像是100以下通过，但是40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吧？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贵阳北怕是得晚半个多钟头。不过我坐在特等座，开得慢有助于提高车票效益，同时还能欣赏到隧道间正常应该飞过去的根本无法注意到的风景。就是这个速度确实是有一种以为自己坐的是法拉利，结果上了个去年的索博的感觉。OK， 看来刚才这个龟速应该就是临时吃了个信号，倒是很正常。列车时刻表在排定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冗余，所以路上即便临时吃个信号或者遇到坏天气减速，后面一般也能追回来。这种冗余对于我国的铁路系统来说非常有必要，毕竟我国的铁路系统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很多的车呢都是跨线运营，全都卡着极限跑的话，一旦有一个地方暴雨或者出点什么其他需要减速或者停车之类的问题，这种延误就会快速在网络内扩散，紧跟着全国的列车都要跟着晚点。所以不如排时刻表的时候预留一定的空间，这样很多临时减速之类的问题就能自己缓冲掉了。好的，我们又慢下来了。70多的速度对于高铁来说，感觉就是一般是在大城市的枢纽里边走联络线，或者说大概相当于汽车在高速路立交桥土匝道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速度。之前听说过这边有些地方的隧道好像有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限40通过。那刚才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吧？我是希望我们能赶快把速度提上去，脱离这片低速区。特等座的车票效益是小事，一直在隧道里边闷着没阳光，我是真有点憋得慌。这里就是著名的沪昆高铁北盘江特大桥，从外面看大概是这样，拱在桥面下面，通过几个桥墩支撑起桥面，两边蓝色的是挡风板，用来降低山谷横风的影响。毕竟这里离底下的江面有300米，风小不了。有问题的隧道应该是在桥西边，也就是我们上桥之前走的那里。列车出隧道上桥后立刻就开始提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吧，并没有。现在距离上桥差不多过去了10分钟，我们第3次慢下来了。看来这边的隧道问题真的是不小，并且这一片基本上就是隧道接桥接隧道的，看上去就让人心肺停止的地形。如果要像兰新高铁那样改线、重新打隧道、重新架桥的话，也是头疼的要命。但如果这几段龟速区间能直接达速绕过去或者飞过去，区间运行时间能节省不少。昆明和贵阳甚至广州的往来也能更方便、更密集，对提振经济应该能有非常大的作用。就看后面他们要怎么处理了。这么好的线路被这么个问题区间拖累，可真的太可惜了。
欢迎来到贵阳市，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乱七八糟的地形。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夸张，但放眼望去，我真的是一片平地都没有找到。而和刚才的隧道群相比，这里大概已经是贵州最平的一块地了。之前听到过有人形容贵州叫伪装成省份的山，亲眼见到才明白这句话真的不是夸张。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之前跟贵州唯一的交集，大概也就是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贵州大厦吃了顿饭。而吃辣能力烂如德铁准点率的我，基本上一半的时间都在炫手包笋。听说贵州的土豆也不错，下次可以试试。欢迎来到贵阳北站，列车时刻表确实给路上的龟速区间留足了冗余。我们现在竟然没晚点。对面那个脸长得像拍扁了的 CR400BFZ 的是贵阳市域环城快铁的 CRH3AA。这个车虽然叫 CRH， 但实际上是常客拿 CR300BF 复兴号为基础搓出来的城际列车，增强了加减速性能，并增大了车门，以适应城际铁路停站密集和乘降效率高的特点。这东西目前只在贵阳有11组，出了贵阳就见不到，也算是新时代的贵阳特产了。隧道里闷了1个多小时，终于可以下车放风了。能感觉到大伙儿也都憋坏了，甭管是不是烟民，大家全都鱼贯而出。还好这站要停6分钟，不用刚拱下车呼吸2口新鲜空气就拱回车上。视频拍摄于去年8月，当天的温度肯定是不用我像在12月的衡阳一样原地跑暖身了。果然还是夏天舒服。11点03分，列车准点离开贵阳北站。我们现在已经切换上下行，改车次号为高2935次，并离开了沪昆高铁，要走一小段贵开城际，绕到贵阳东站，随后转上贵广高铁，继续前往广州南。妈妈，你要你走开！你们全都走开！你们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你们都说认识我？隔壁座刚上车，不知道会不会意识到旁边还有其他旅客，一会儿再看吧。早饭呢，毕竟只吃了一个零食盒，先解决午饭好了。不过特等座毕竟不是商务座，饭还是得自己掏钱买。我要了一个这个竹笋牛腩套餐，价格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5。打开之后里边是这样。味道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几样东西55块钱，我是真有点肉疼。还好味道比较合我的口味，牛肉很香，竹笋也吸收了不少肉的香气，口感也在线，量也够大，所以从口味和分量的角度上，我是挺满足了。但还是这么一盒55，真有点肉疼。欢迎来到桂林，欢迎来到桂林西站。我们被丢在了最靠外的4站台，所以我这一侧呢，面前并没有站台，只有隔壁湘桂县的货场和一堆货车。桂林西站是贵广高铁的车站，而那些从广州走贵广高铁到桂林北站的，则是在进桂林西站之前就走联络线去了桂林北站。毕竟桂林北站更靠市中心，位置呢比桂林西站方便很多，站台的数量也翻了好几倍，确实比都挤在桂林西这一点地方合理方便得多。今天这天气是真好，阳光洒在隔壁的货车上，显得非常有精神。后面的这些篷车有几节应该是刚造出来没多久，成色特别新，完全没有印象里货车车皮那种皱巴巴脏兮兮的感觉。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里的喀斯特地貌确实非常有特点有个性。不过不知道前面这俩是不是之前当石灰岩矿山挖过，一边覆盖着植被，另外一边呢就光秃秃的。在座的有本地人吗？可以出来介绍一下。感觉喀斯特地貌真的是一种非常有个性的地貌。山虽然算不上高，但可以长成各种乱七八糟形状，圆头的、尖头的、厚的、薄的，可以各种形状连成一片，也可以就那么一个山头杵在平地上，给人一种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想长在哪儿就长在哪儿的感觉，非常的自由。我一直想在铁路上欣赏一次广西这边晴天下的喀斯特地貌，这回是真的满足了。欢迎来到淮吉站，欢迎来到广东省。外面的地形呢，也逐渐从桂林那边的奇形怪状喀斯特地貌，逐渐变成了我更熟悉的鱼塘配桉树的广东风光。从这里到广州南只要1个小时。虽然说才刚吃完盒饭没多久，但我已经在思考一会儿下车去吃什么了。
每次到广州，虽然很多时候只是路过顺便歇脚，但我一直都有一种度假的感觉。这座城市的味道和节奏真的完美的卡在我的舒适区中央，即便只是短暂停留，也能让我得到极大的放松。所以这几年每次国内到处跑的行程里边，我都一定会在广州有个大的休整。我真的放眼全世界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这么能让我完全放松下来的城市。这里的前面。啊，那你坐的舒服不？舒服，但我这为什么又没有网啊？好吧，那我先挂了，拜拜。小孩子是真有精神，旁边的家长呢也真是一点都不管。这个小包厢从贵阳北一路下来，基本全程就是蹦迪音量。相比之下，漠河舞厅都安静的像个图书馆。或许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直接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小点声呢？其实，当家长拿着饮水机旁边取的纸杯，在我这排后边给小孩接着让小孩放水的时候，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去厕所上啊！上的刚来，他肚子疼，我们看手手背。厕所就在那外面。他那个气的都来了，那小孩子他还没办法闭呀。我就觉得我没多跟他们浪费口舌和精力是正确的了，就当碰上您几位是给我后边的行程排雷了。这也就是现在还剩不到半个小时就到终点，要是路途再远点，我就算把乘警叫过来，也得让您几个稍微明白一下，这儿呢并不是你们家客厅。算了，忍一忍就过去吧，下车离这帮人能多远就多远。列车正在通过佛山西站，6个多小时的特等座跑下来，我确实也坐够了。感觉或许后续的改造中可以把这些座位换成优选一等座，毕竟现在特等座这个高级区域一等座的状态其实蛮尴尬的，卖的吧比一等座贵，座位呢却和一等座几乎没有区别，甚至有的座位还没有充电插座。换成优选的话，应该更符合特等座的定位。当然了，维持现状也行，只要不换成某款新型高速动涡列车的那个比硬座还硬的特等座就行。现在的椅子虽然旧了点，舒适度还是在线的，换优选感觉是个还算可以的思路，就是不知道后面的改装呢会不会实际加上。下午3点08分，历经6小时44分钟的旅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终点广州南站。这趟的铁路软硬件还是不错的，舒适的坐骑呢也并没有让跑完长途旅程的我感觉很疲劳。感谢一路上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点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事。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好吧，各位不要打我。晚饭呢，我最后其实一共吃了4家，从煲仔饭到椰子鸡，再到2家不同的龟苓膏。不得不说，我这确实是有点贪婪的。但是毕竟这是广州，这些东西啊，它实在是太好吃了。我爱广州。